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0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啊。这会儿呢，给大家紧急出一则视频啊，因为任志强马上就要开始审判了吧？就在应该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后，应该是我发完这个视频的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后，一会儿你们就能看到判决结果了。那面具人，我在这儿呢，就提前的告诉大家任志强的审判结果吧。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再和大家讲一讲大家关心的钱袋子的事情。大家都应该喜欢听的嘛。那这个有关于钱袋子的问题，现在的事态的发展呢，有点不容乐观了。先来看今天的标题吧。任志强审判预测曝光，中共劫持澳洲记者失败，数字货币正式开始在小区推广，90秒现场偷拍视频曝光，万事达已经加入美国和中共勾兑数字货币。那今天的节目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讲讲任志强的这个审判结果的预测，然后呢，讲一讲中共劫持澳洲记者失败的事情啊。那现在引发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外交大战了。在节目的第3个部分呢，我想讲一讲这个数字货币最新的进展啊。这个真的推进的速度，正式落实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在小区有的地方已经强制让你开始，不是强制吧，也算是这种，拿促销来引诱你上钩，来装这个数字货币钱包啊，给大家做心理按摩嘛。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面具人，我看了网上那么多的华基督徒啊，一边嘴上念叨着真善美、仁爱、上帝博爱，是吧？一方面呢，又对弱者喊打喊杀的这么一个奇怪现象。最近呢，刚好这个新上映了一个美剧，叫做《异星灾害》啊，我看了一下，也讲到了类似的情节。那面具人，我就思考了一下这个导致这个原因的问题啊。那最后的心理学环节，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是，原教旨基督徒与原教旨无神论者本质上是一类人。今天我们就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小伙伴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啦。开头咱们就来说这个任志强的事情啊。任志强案件今天开庭，面具人我不知道现在录这个节目再预测这个事情还来不来得及啊，因为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也比较紧急嘛，我的时间并不宽松，希望能够在任志强被审判出来这个结果之前，面具人我就告诉给你们，你们能看见啊，希望时间够啊。我先简单的说一下任志强的这个事情，因为他批评习近平嘛，然后被抓了嘛，然后他的这个案件一直拖到今天才开始审判啊。但是你们关注一个关键点啊，中共并没有在新闻上播报要审判任志强的这个事情，他是非常的低调的走正常程序，只有这个法院门口的这个排案排期的这个开庭通知书上面那个LED 灯板上面有任志强今天开庭，其他的你像什么微博呀、百度呀、新闻呀、新浪呀都没有啊，没有报道。按照中共的操作习惯呢，这就是典型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目前来看呢，支持习派的这些习家军那占党内的多数力量嘛，甚至是绝对力量。反对习派的人数量很少，差不多也就是30%吧。那这些反习派的人呢，也是处于一个朝不保夕啊，有些人是迟早这个习近平的怒火也会发泄到他们头上的，所以呢，很多人都是为求自保，不得不反对习近平的，因为他反不反，他早晚也是个死，明白了吗？那问题就在这儿，习近平这个时候，又是要收复蒙古，又是要收复香港，国内又有疫情，他还要打贸易战，最重要的是，现在美国还在大选，那在这个时候给任志强来个重判，会直接刺激到党内的反习势力，那这样就不好了。万一党内的反习势力、残余势力豁出去了，全力反击呢，对不对？他给你来一个破坏美国大选啊，甚至是和内蒙、香港、印度、西藏、新疆联合搞事情，那就麻烦了，对吧？党内你别看啊，只剩30%的人反习，对吧？那要是这30%的高官权贵真的豁出去了啊，
要和习近平拼个你死我活，他们拼死反习，那问题就大了。这股力量呢，豁出去给你干，真的是有可能给习近平造成不小的麻烦的。那习近平还不如温水煮青蛙慢慢来，老套路嘛，对吧？反正已经把任志强抓了，对吧？威风也立了，多少有点震慑作用就行了嘛，没必要把这些党内的反习派一次性刺激到位，对吧？那这种不把它一次性的刺激到位的玩法，面具人我之前多次提到过嘛，对不对？共产党它就是给你慢慢来，慢慢来，软刀子刮你啊，等快把你刮死了，你才知道疼，对吧？那你说今天判决结果是什么？给任志强判个3年5年的，那这根本不算啥嘛，对吧？甚至是任志强这刚进去，再低调的弄一个保外就医，又回去养老了，对吧？这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你以后别再公开的骂习近平就行了嘛，是不是？而且任志强的儿子也被抓了啊，你不但要看判任志强，还要看他儿子判的是什么情况，对吧？他儿子也是轻轻放下，对吧？官方现在刻意的没有专门出文宣通稿说，今天要审判任志强了，就代表他想要轻轻的放下。不然你看当年审判薄熙来的时候，全社会拿个大喇叭批斗薄熙来，对吧？让全社会的老百姓都知道，薄熙来他老婆杀人了，薄熙来贪污了。那这样的话，你想轻判薄熙来都不可能了，对吧？并且呢，在开庭前微博、新浪，对吧？这个百度大肆宣传说薄熙来怎么坏，是吧？全国人都知道了。包括之前你像这个卢伟还有这个徐才厚、郭伯雄，对吧？甚至有人专门写文章撰写出来一些莫须有的奇幻的比较恶心的一些夸张的事情，比如说你说弄个什么黄金屋酒窖把钱塞到酒坛子里面，这些事情都要给他扣上去。中共他要是消灭他的这个政治对手，他一定是名声上搞臭，而且让老百姓知道我中共把他要干死。你像任志强这个事情，开庭前没有大肆宣扬，就证明了党想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只是让大家知道骂习近平是不对的不能公开批评习近平，知道吧？但是呢，我们党内还是要团结的。对于红二代的同胞们，我们也不能下死手，但是下不下死手，并不能让你们老百姓看到中国共产党党内它有一个规矩，红二代的斗争是不能见血的，你不能把人家往死的搞，明白了不？薄熙来他只是因为夺权的问题，想要争老大，那习近平不得不把他弄下来。任志强也无非就是骂了几句习近平而已，但是任志强他爹人家多高的官任志强也是对党也是有贡献的嘛共产党他如果仅仅是因为红二代里面谁骂了2句习近平就把他往死的整，那你说剩下的这些红二代还不造了反了太夸张了，是不是？所以说面具人今天的结论就是任志强不会重判的。是不是这个结果，你们一会儿看审判结果就知道面具人我说的是不是了如果不是面具人我直接谢罪剖开。好了，来说咱们今天的主要的第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中澳互相驱逐记者大战的事情事情的结果呢，可能和大家有些人也知道了。中国这边驱逐澳洲记者，澳洲这边呢也驱逐了中国的一些媒体工作人员。澳洲这边甚至做得更激烈突袭了中国的一些媒体工作机构。那这个事情呢，是由中国这边先挑起来的。之前中共不是抓了澳洲的杨恒军就是那个大五毛染香的老公，说他是双面间谍。然后呢，又抓了央视的前记者程雷，是吧？但是这个程雷已经是澳洲人了，人家有澳洲的这个国籍身份。然后呢，但是因为这个程雷是华裔，所以呢，抓程雷比抓这个直接抓澳洲的白人要给人家政府带来的刺激小。中共你别看你这个虽然是澳洲人，但是根据你的这个
祖籍啊，或者是来源地啊，还是有一定的区分的，对当地人的刺激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中共这边抓人还抓上瘾了，把这个华裔抓了以后呢，看澳洲这边反应不是很大，那蹬鼻子上脸了，直接要抓澳洲的官派的正牌记者。当时澳大利亚驻北京的外交官警告他们的记者比尔·凯特莱斯说你应该离开中国了还有外交与贸易部的官员也向悉尼农行的董事总经理戴维·安德森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你们最好不要在中国待了，这边现在政治局势不稳定还是回来吧，安全一点。那他们当时也觉得看最近都敢对我们澳洲籍的华裔澳洲记者开始动手了，那甚至如果说中共再疯狂一点可能会限制更多的澳洲记者的，那建议让自己的一些澳洲记者回来平平安安的，也是人之常情嘛所以呢，这个 ABC 电视台呢就组织了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他们定于周四早上离开，但是呢这个消息走漏风声了，于是呢在前一天的周三的午夜澳洲的这些记者在和他们的同事举行告别酒会的时候，大家一块吃一个散伙饭中国这边呢派的几个国保就过去威胁了说你们不许走，要配合调查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会和你们联系你们把时间安排好，来我们这儿接受审问，就这个国家安全问题配合我们进行调查。根据这个澳洲记者说一共有7个国保来找他呀，这个架势可不小这些国保呢说他们威胁了中国国家安全一下来这么多国保来调查他们，还要让他们第二天去报道，这一下可把这些澳洲记者吓坏了。那说到这儿面具人我还是感觉还好这个澳洲人有白皮肤护体，有澳洲籍护体，不然的话呢国保可就不会那么客气的让你第二天上班自己来报道，那当天就直接把你撸走了。在被国保通知不准他们走以后，要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去局子里面报道的这个事情了以后呢，两人赶紧就跑了，分别进入了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和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寻求庇护。在澳大利亚和中共国两国之间进行了为期5天的外交对峙之后呢，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比尔特斯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迈克尔史密斯周二早上抵达悉尼，他们就走了被这个领事馆给保护下来了嘛。那澳籍华人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程雷就没这么幸运了，因为他是华裔他是黄皮肤，所以呢国保不管你是什么籍了，直接就把你撸走了程雷今年8月份呢就被中国当局拘留了。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上个星期还说这个事儿了，澳大利亚政府不知道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扣留程雷。根据小道消息说澳洲这2个白人记者被国保核查的事情也是和程雷有关，但是那2个记者本人还有澳广和澳大利亚政府目前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也没有否认然后呢中共这边你看被2个澳洲记者跑掉了以后，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嘛，不干了。你看赵立坚出来放话了，称中方有关部门在办理这一起案件的过程中，依法对2名澳大利亚记者展开了调查询问工作，此举属正常执法行为。在执法过程中，中方有关部门严格依法办事，澳大利亚组织这2个记者躲藏在使馆的行为完全超出了领事保护的范围。实际上呢，这是对中国法律案件的干涉。你们看中国人妥妥的双标不中国军人唐娟隐瞒身份搞签证欺诈被美国查出来了以后，唐娟跑到中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就可以，那美国去查他就是侵犯人权那你看人家澳洲的官方的 ABC 记者就不能跑回到他们自己的大使馆了刚才说中国人双标嘛，对吧？
就像很多嘴上念叨着上帝呀、仁爱呀、博爱呀、真善美，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善良民主大师，对吧？却干着坑蒙拐骗华人的事情啊！嘴上念叨着自己支持自由民主平等，他们还要种族歧视啊！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啊，是不分哪一块的人的啊，黑的、白的、黄的，他都歧视啊！并且呢，中国人不但搞种族歧视，他还搞阶级歧视，双标跟风，种族歧视、阶级歧视，然后给你贴标签，按照标签再来分门别类的歧视，把人就跟那个牲口、猪狗一样，给你打一个标签。这些都是刻在中国人灵魂里面的劣根性啊！你别看中国人他这个好像只歧视有色人种，我告诉你，中国人狠起来啊，连他自己的这个自己都歧视。中国人想要改掉这些劣根性啊，和政治立场呀什么的都没有关系啊。他能改他就能改，他改不了就证明他是这种人啊，他也改不掉啊，很难改的，你知道吗？我多次在我的心理学上面的环节讲过后先天阉割的可怕性啊，我等会儿再讲讲华基督徒的这些矛盾心理啊。那今年3月啊，北京驱逐了14位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工作的左派媒体的美国记者，以报复川普政府决定限制在美国的中国官方媒体工作人员的决定。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中共像大家网上传言说的，北京是挺民主党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是黑盟友，那为啥中共还要驱逐挺民主党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呢？这些媒体都是中共的盟友啊，对吧？因为他们挺民主党嘛，民主党又和共产党是黑盟友嘛，是不是？为什么还要驱逐他们？很显然，川普和北京玩了一个配合，一方面呢，北京来打击民主党，打击民主党的媒体；一方面呢，川普这边还显示了自己反共的决心、爱国的决心，煽动美国的民粹，稳定局势。那中国这边呢，也煽动民粹稳定局势。但是欧洲政府和川普政府不一样，欧洲政府从疫情到现在一直在和中国硬碰硬，当然了，也给了中共很多拉清单的把柄。那中共在这一次记者事件上面就拉清单了，把之前6月份的事情拿出来说事儿了。中国这边称6月下旬，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对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台和中新社驻澳4名记者进行了突击搜查盘问，强行扣押了他们的工作电脑、手机，并要求这些记者不得对外报道。迄今未给出合理解释也未归还全部扣押物品。这是对中国驻澳记者合法报道权、人身权、财产权的粗暴侵犯，严重干扰了中国媒体在澳洲的正常报道活动，对中国记者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国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对此恶劣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强烈谴责，坚决反对。面具人，我告诉大家是先有的这个事情，后有的才有抓澳洲 ABC 记者的事情。你看澳洲人多猛的，那这次抓 ABC 的记者，澳洲还是继续反击呢，明白吗？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正在联合调查中国高级新闻工作者和学者的身份，他们包括中国新闻社澳大利亚分社的社长陶杜兰，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悉尼分社社长李大勇，中国著名学者和媒体评论员陈红教授，另一位澳大利亚研究学者李建军。这个 ASIO 就是他们的这个调查组织，正在调查一个据称由中国共产党 CCP 利用工党后座办公室的人，来利用他们的前任职人员渗透到新南威尔士州议会的阴谋。法新社正在调查张先生是否有在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使用聊天群组，以鼓励他们的人倡导中国政府的利益。这些记者和学者因涉嫌渗透而被调查，因为他们是微信小组的成员，也就是说上面说的这些人都在那个微信群里面。
结果呢，这个张先生坚决否认法新社的指控，并向高等法院提出质疑。根据张先生在高等法院提交的文件指出，法新社声称张先生和其他人隐瞒有没有向那个南威尔士州议会的一些工作人员透露，他们是代表中国国家和党的机构进行一些事务上的合作、商业上的合作。那这个事情张先生否认了。但是人家澳洲这边比较讲道理的，因为我也在这边生活嘛，人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的话，不是会直接对你找这么大的麻烦的啊。澳洲的警察那比美国的警察要文明多了。这个事情呢，也和中共拉清单的6月份的事情有关。这个调查呢，也是于6月下旬开始的。当时呢，这个工作队就突袭了新南威尔士的州议会，并搜查了这个张先生的办公室和房子，收取了他们的设备，还有他们的通讯装置嘛，对吧？中澳这个抓人大战真的是精彩刺激，剧情呢迂回曲折，跌宕起伏，荡气回肠，像水一般的流淌。并且呢，你看澳洲这边抓人抓到人觉得你有问题，直接吊销签证回家，对吧？但是你看美国这边还给耿爽特权，让耿爽在联合国任职，在美国还给你个办公室，让你拿着美国的保障福利，然后呢再骂着美国，没事儿，对吧？耿爽还把女儿接到美国来这个上学了多爽的，是不是？澳洲这边不呀，直接给你硬碰硬的干。好，这是中澳大战的事情，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言耿爽的事情我等会儿在另外一个节目说，因为我要紧急的把这个节目出来好了，接下来咱们来讲一讲大家更感兴趣的有关于大家的钱袋子的问题的事情那我今天心血来潮在网上搜了一搜党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几天心血来潮，直接开始在小区里面强有力的地面推广数字货币钱包了。这边呢还有一个视频是这个数字货币到小区地推的事情网友偷拍的。从这个视频里面可以看出来，数字货币正在各个小区里面全线开花呢，不搞不行了。你们看这个视频。这个是我们人民币支持的一个宣传我知道。第一个不来。就是要绑定那个存储银行的这个。咱们有效益上嘛，那么多很多，其实一起的金，而且排队就按照我们讲不可以。你拿过来吗？有70分号那个。你是注册没有呢？就是没有，我就说了，他喊我拿起那块卡来说不。卡你绑上没有？不但如此面具人，我接下来要给你们说的一个消息，可能会让你们心里面很难受，因为在座的各位，我相信不少人是支持川普的，而且呢，期望美国来灭共，美国把中国共产党消灭了，解放中国人民，是不是？好，来看现在这个消息9月10日消息，据外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周三，万事达卡推出央行数字货币 CBDC 测试平台，使中央银行能够在该平台上评估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据悉，该平台可以用于模拟银行、金融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分配和交换。看到没？发行、分配和交换，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和交换万事达卡邀请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技术和咨询公司
与他们合作，看到没？是万事达卡主动邀请中共的数字货币加入进来的，评估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设计、验证应用，并评估该平台与当今消费者和企业可用的现有支付标准的互相操作性。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的平台将帮助金融机构理解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行性。看，它要帮助更多的金融机构去和央行数字货币勾兑，并允许他们探索新的应用案例。看到没？万事达呀，牛逼吧？并且呢，包括在地方或地区层面上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看到没？这个文章说的很明显了吧？美国不是灭共吗？万事达大家都知道吧？信用卡，很多信用卡上面都有万事达的标志的你像你们有些人可能有卡友，经常玩信用卡的人，你们看看你们的信用卡，就是万事达那2个圈圈嘛，有这种标志的，你就可以在境外消费嘛。万事达国际组织是全球第2大的信用卡国际组织，仅次于 Visa。1996年是在美国加州的一些银行成立了银行卡协会，并于1970年启用 MasterCharge 的名称以及标志，统一了各会员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名称和设计。1978年再次更名为现在的 MasterCard。这是美国的机构哦，看好万事达卡是美国的美国最强的信用卡银行机构都和中共勾兑数字货币了，你们还觉得美国灭共吗？好了，我看一下时间有点紧急，关于这个基督徒与无神论，还有这个华人的这个华基督徒的这个心理学上面的研究，我在下一个视频再讲吧，因为时间太紧急了。那好，今天的节目，如果你们觉得我预测的准，讲得好，不要忘记转发看看面具人我对政治理解的深度和能力是不是那么牛逼。如果认为咱们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然后呢，这几天加入疯狂面具会员的，赶紧给我留言或者给我发邮件你们加入会员以后，就是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就可以获得面具人专属的可爱好看的头像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问我那好，今天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